好不容易和推土机配合挖鱼塘，还没干两下就坏了。今天我和推土机合作，开始重新挖掘一个干枯已久的鱼塘。这个鱼塘位于东家漂亮的房子旁边，每次一出门看到旁边这干枯的鱼塘，总觉得影响自己房子的风水格局。今天务必要我们把鱼塘好点挖，不惜多花钱财。接下来就看我和推土机之间的配合，给东家打造完美鱼塘。首先我们先挖点土，把前面的路往左边加宽一下，因为堤坝等下要往外面移一点，这里不加宽，与新修的堤坝就对不上。堤坝上面铺了很厚的一层碎石头，直接挖了可惜了。我们用推土机给它推过来，先推到两边，到时候新修的堤坝做好了，再把这些碎石子铺到上面。我就把挖机开到旁边地里面去，把需要重新整堤坝的位置底下的杂草树枝清理得干干净净，防止重新整堤坝的时候掺杂到里面导致漏水。然后再挖老堤坝上面的土，每30公分填一层，我们就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给它碾压紧实。一开始我是准备填50公分压一次，这样快一些省钱。东家担心50公分压不紧，我跟东家说你这样搞的话可能要慢一点。他说他有退休金，随便挖。底下一层堤坝刚碾压完，我把挖机开上来，路上的碎石子中间少两边多，它只能推到中间，两边的推不到。我们上来给它挖一下，转到两旁。推土机也没有闲着，将地里面的土推平，以便将鱼塘里面加深的土推到这里。清理完堤坝上面的碎石子，我就把挖机开进鱼塘，顺便把堤坝旁边堆的一些石头清理干净，全部给它转到后面去。刚把石头转完，到中午了，东家喊我去他家里面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他拿出了用新手机拍的视频，问我怎么剪。他也想把他家里面挖鱼塘的视频发到网上。我拿过来看了一下，新手机拍的视频就是清晰啊。吃完饭，接着上午的工作，我们继续整堤坝。每30公分一层土，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给它碾压紧实。经过我们操作，老堤坝已经是全部挖掉，往旁边移了2-3米的位置。推土机在旁边没有事做，等的都有点不耐烦了。我们赶快把挖机开进鱼塘，就可以和推土机一起愉快配合给鱼塘加深。别看这鱼塘干了有这么久，但是底下还是泥巴。我就站在堤坝旁边，把泥巴转到上面去，推土机就把泥巴全部往旁边这块地里面堆，把这块地填起来，填到只比堤坝矮一点就不填了。鱼塘我们就不继续加深了。没想到才刚配合了一会儿，推土机竟然坏了。这里我们就先不转了，我们先把鱼塘里面垮掉的坡给它修整一下，削一削，烫一烫，搞光滑，搞漂亮。到时候整个鱼塘挖出来的效果看起来就非常的棒。推土机跑过来跟我说它的发动机好像是什么地方坏了，要我在底下给它挖个槽，他准备自己维修一下。我们把推土机往前面给它推一推，然后在底下给它挖个槽，再开到前面来，把推土机推到挖的槽上面。你看它这样就可以人站在下面开始维修。推土机还在维修，我们自己先一个人把四周削下来的土先往后面转，先不要挖太深，因为不知道地里面需要多少土来填。一个挖机转土有点无聊，太软了。等我转完一大半呢，推土机终于是修好了，终于不用再转了，它直接就可以把鱼塘里面的土推到地里面去，比我挖机快多了。你看它这一下就推到位了。随着鱼塘往下面加深，旁边的堤坝就显得高了，它推上坡有点吃力，有时候还推不上来。现在我们的方案就是让它把土就推到堤坝旁边，我再甩上去，这样大大增加了效率，轻松很多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鱼塘已经是一点一点的在加深，它不停的推，我就不停的往后面转。不一会儿的功夫我在后面就堆了好大一堆土。推土机开上来，再把这堆土给它推平，好像是堆得太高了，不怎么好推，它需要先把上面给它推平了，然后再一点一点降下来往前面推。早知道还不如我给它转一下。它在这里推的同时我也没有闲着，推过来的挖完之后，我就把堤坝旁边深点挖，反正鱼塘是要加深的。没想到推着推着推土机竟然推出一条防扇，上面地里面推平之后还差很多的土。我们继续把鱼塘加深，我发现越往下推土还怎么越来越湿润呢？
我估计鱼塘不装水应该是时间长了没有清理过，被四周雨水冲下来滑掉的泥土慢慢填满了。随着我们不断的加深转土，这块地终于被我们2个填满了。这时东家跑过来跟我说要我给他把石墙这里挖个槽挖过去，到时候借石墙把前面和鱼塘的堤坝连接在一起。挖完槽之后，我们就把旁边的一些石头给它填到里面去，拍一拍，这样砌石墙的基础底子硬一点。最后我们把挖机开下来，鱼塘四周的坡旁边我们留一个台阶不挖，防止装满水之后容易把坡荡垮。下面台阶的坡同样的我们给它削一削，烫一烫，搞漂亮，搞光滑。最后这些多的土我们全部挖起来往后面转，推土机就往后面使劲的推过来的这些土用于修整堤坝，给堤坝加高，还是按照原来的每30公分填一层土，我们就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碾压紧实。你们看，越往下加深，底下越来越湿，推过来像是做了一个春转，这底下挖起来的土和泥巴基本没有什么区别。随着我们一层一层的加高，堤坝终于是做成型了，我们来回把上面碾压一下就可以了。这推土机真是不省心了，这么偏你都敢往上面开，你真是不怕翻了。我也是服了你在这里上也上不来，下也下不去，还是我来救你一下。我们给它往前面推一推，把推土机摆正，这样它就可以推到下面去。我们再给它修个坡，它就好上来了。现在就没有推土机啥事儿了，最后修坡就靠我了。我们先把坡面收一收，收出大概的形状，然后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拍打，使其更加的紧实牢固。到时候喊我舅舅过来给它打上混凝土，完美非常的棒。拍完之后我们再给它烫一烫，搞光滑，搞漂亮。下面够不到的位置我们就把挖机开下去，往下面削一削，顺便挖一个防滑灯的沟，再把挖机开上来，上来的地方拍一拍。同样的，上面的冒石从前面挖过来，搞完之后这个效果看着就非常的棒。东家自己拿了一个棍子可能是在量这个堤坝有多长，到时候可以算一下打混凝土需要多少钱。上面来回碾压一下，中间压不到的地方拍一拍，然后我们就把堆在两边的碎石头给它铺到上面。铺到一半我们先开到旁边地里面，把推土机推土的时候没有推到位的地方给它修整一下，围绕着四周做一个填给，然后把边坡拍一拍，这样整体看着就美观一些。堆土的地方扫一扫，弄平整，最后再把堤坝上面没有铺完的石子铺完。今天和推土机配合挖鱼塘我们就搞完了。搞完之后看一下前后对比，这起码加深了有2米吧，路也加宽了，堤坝的坡再打上混凝土，那效果肯定更完美。搞完收工，我们下期见。就很棒。